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风光摄影的后期思路和后期方法。这一张照片是我昨天用手机拍摄的一张照片，在杭州的九溪18涧，那个地方真的非常的美。因为下大雨了，我其实带了相机，但是怕淋湿我的相机，只能就用手机随手拍了一张，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思路吧。顺便跟大家看一下我在山上采的仙灵蕨这个花是不是很好看，我摘了一支拿回来准备自己养，因为山上到处都是，所以也不算乱采乱摘了。好，我们回到主题，说一下风光摄影的后期是怎么样去修。这里我跟大家总结了一张图，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一下。在修风光片的时候，你首先知道你需要学习哪些知识和这个领域里边做得比较好的一些博主是谁。在这里我推荐大家看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博主 Thomas 看看世界，这个 Thomas 大神，相信了解风光的一定都知道他了，我觉得他是这一块做的相对是最好的一个，而且他也很乐于分享很多教程给大家，有想学习风光后期的一定要关注他。还有一个就是李涛老师的大众摄影数字课堂里的第一节通透，这一个可以说是打开了很多人对摄影后期的一个思路，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看他的这一个大众摄影课堂系列，尤其是第一节通透很重要。好，我们说一下思路。这个你是怎么去用呢？你可以结合着这一个思路还有它的工具的方法去看后面我的修图过程，你结合起来看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效果会比较好。我自己对风光片的思路的理解可以大概化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整个画面里你不要有太多的视觉重点，或者说你不要想要突出太多的视觉区域，1到2个足矣。如果说一个画面里有那么多需要突出的，你反而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你在构图的时候没有做好取舍。第二个就是你的色彩整体要统一，局部要突出，这个更多的是要后期的去照顾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多且细腻的光影过渡，这个我不具体举例子了，你去看看 Thomas 看看世界，他的微博里边的很多作品，你仔细的对比一下，是不是有那么多且细腻的光影过渡，你可以对照理解一下。好，我们赶紧进入到我们的后期过程中吧。这一期我不会把它放得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用手机拍的，而且是一个千元机级别的红米 K40。如果有想买这个手机的，你大概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手机的成像怎么样，其实真的不好，跟天气也有关系，因为天气非常的暗，所以我就不放特别大了，大概在这个大小，看起来应该比较舒服。我们还是老规矩，如果想用这个原片去练习的朋友呢，可以点赞关注私信我会丢原文件和 PSD 文件给你，你可以去练习，加深一下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我的 PS 里边没有做任何的后期的调节， PS 我只给它加了个 USM 锐化。好，我们进入 ACR 看一下我是调了哪些东西。我们说所谓的思路再对照一下，我们看看原片。原片其实原片挺好看的，但是没有层次感，而且灰蒙蒙的。这里我们切换回来看一下思路，是不是要有1到2个视觉重点。好，我们看这一张片子，我自己理解的1到2个视觉重点，其实我自己更想突出的是山尖这一部分。如果你了解一些风光摄影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树林的最顶部这一部分，它因为受光的程度不一样，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色彩和层次的变化，只是在原片里你看不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后期之后的，看这个山尖，看到了吗？它其实是非常丰富的，这个颜色不是我后期画出来的，它是本身就有的，只不过是你的手机或者说你的相机没有展现出来。你要知道这个蕴含的点之后，你就可以用后期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山尖部分作为我想突出的唯一一个重点，其他的呢我要相对的弱化，因为我一个照片里边只讲一个故事足矣。现在我跟大家看一下我都做了哪些调整。大家可以看到在基本的调节里边，其实我做的并不是特别多，像光学其实也没有动。混色器你看，混色器是把山间的颜色部分突出出来，只做了饱和度，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做，看到了没？我把红色、橙色、黄色这部分把它突出出来，好，它的颜色就被我们挖掘到了。然后呢，在基本里边我们去做一些对比度，去做一些纹理和清晰度，因为手机的成像质量不是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加一点纹理清晰度，还有对比度。阴影适当的提一点，如果你的片子有点灰，再给它黑色往左移一点。
画面就已经到这个层次了。后面的部分呢，我们主要是看蒙版。我先把蒙版关掉，你可以看到，我如果把蒙版关掉，现在的画面的层次，我可能第一眼会看到下面的这一部分，对不对？完全没有把重点或最精彩的部分突出出来。下面呢，我们想办法就是要把上面的山都突出出来。我把蒙版一个个的都关掉，这样你方便看。顺便这里说一句，如果 Camera Raw 还没有升级的，我建议你升级到14版本之后，这个蒙版它可以分别的关闭去观看调整。之前的版本呢，你一关就整个全部关掉了，还是不太方便。先把这个可以看到它的蒙版部分，我做了哪些调节，高光和白色提亮，还是为了把它之前已经把那些红色啊、黄色凸显的部分再强化一下。然后呢，我再打开这个蒙版，这个蒙版可以看到吗？这边的调节参数都在这。这里我用到的蒙版，其实你可以看到创建新蒙版都是这一个镜像渐变，这是风光后期里边非常常用到的一个方法。好，这个渐变其实无非也是那些参数，对比度、高光、阴影，还是为了凸显它下面没有动。然后呢，我再打开这个其实变化很小了，这个就是我把上面给了一点清晰度。好，然后是这个呢是正反打，你看过上一期应该知道正反打的概念，就是我把外面的部分看到了吗？把这个选区外边的部分，我给它把阴影降低一点，其实主要是为了把下面的部分降低。还有哪个没打开？这个它开的是这个线性渐变，然后呢它是把阴影这部分往下拉了一点，也是为了弱化它。最后一个蒙版是天空，天空呢也是线性渐变，它主要是把高光和阴影拉下来，这样可以更好的突出天空的层次。可以对比一下。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这一个样子了。我没有给它再做更深一步的颜色方面的变化了，因为在我的感觉中，此时的这张照片就是我昨天在山上看到的景象，就是颜色相对的单一，但是又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有种仙境的感觉，所以我就给它调节到这里为止了。好，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帮我一键3连吧，我们后边的干货教程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了，视频到这里，拜拜。